累积成就不如累积信心。当排行榜归零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还记得你玩过的第一款手机游戏吗？ Candy Crush、 神魔之塔，还是王者荣耀？你是否也曾熬夜拼排名，为了抽到限定角色，存石头存到发疯？那些日子，你充过点，拼过命，打过活动，追过榜，直到有一天，你点进游戏，看见萤幕上闪着一句话：感谢您多年来的支持，伺服器将于某月某日停止营运。你突然一愣，我的装备，我的排名，我的满等角色，我的黄金账号，通通消失，像从没存在过。你用时间、情绪，甚至金钱推弃的成就一系归零。你开始问自己，我到底是在累积什么？世杰是个手机游戏重度玩家，特别喜欢竞技类游戏。他说他玩游戏有3个目标：登顶、称王、赛榜。为了这3个目标，他投入大量时间，每天练习手感、算冷却、记地图，甚至花钱买限定皮肤，只为让对手在开场就知道他是狠角色。他打进全服前10，成为论坛上的名人。可惜游戏营运商某天宣布结束营运，他坐在房间里盯着手机萤幕发呆。那些连续登录天数、百战百胜的记录，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，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证明他曾经是王者。那一刻他才醒悟，我花了几年堆叠这些数字，却从来没问过一个问题：这些成就到底能带我去哪里？圣经里的扫罗王是个标准的排行榜冠军，长得帅，身材高大，是众人心中选出来的王，打了不少场胜仗，百姓拥戴他，军力稳固。一开始他还算敬畏神，愿意等候撒母耳指示，但后来他开始变了，他开始更在意别人怎么看他，开始在意面子胜过顺服，开始为了维持王者形象，违背神的吩咐。当撒母耳责备他时，他不是悔改，而是说：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好让百姓还看见我和你在一起，好看啊。他要的不是神的肯定，而是人民的掌声。最终他失去王位，失去神的灵，失去自我，甚至失去性命。一个排行榜顶端的王，却成了生命结局最凄凉的角色之一。手机游戏让我们很容易进入成就导向的模式，几场胜利换一座奖杯，几次任务换一件金装，排行榜上的进步变成自我价值的来源。但信仰不是这样运作的，神不是按照我们赢了几场仗来评价我们，而是看我们在过程中是否更像他的儿女。在游戏里，我们累积成就是为了变强，但在信仰里，我们累积信心是为了更倚靠那位真正强的。成就是我能做什么，信心是我相信他能做什么。如果信仰也有面板可以查看，你会有几点信心值。当你失业，你是先烦恼还是先祷告？当你生病，你是先抱怨还是先仰望？当你被人误解，你是急着自清还是信靠神的公义？耶稣曾说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里挪到那里，它也必挪去。不是你要多强，而是你要愿意信。不是你的装备够不够，而是你是否相信那位设计你生命关卡的神。有位姐妹在一次火灾中失去了家园，
连他珍藏多年的圣经、笔记本、全家福、毕业证书全都烧成灰烬。他说那段时间像是在灵魂深处被打进无底洞，但奇妙的是，当他在避难中心晚上睡不着，什么都没有时，他突然听见自己心里冒出一句话：你以为你一无所有，但你还有我。那一刻他爆哭，不是因为绝望，而是因为发现他过去以为是靠自己信主，但如今才真正开始单单信主。那场火烧掉了他生命里的许多成就，却烧不掉他与神之间日积月累的信心。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就像游戏结束，角色删除，装备清空，你的收入、地位、头衔、社群人气、KPI、学历，在永恒面前，这些都不能登入天堂的伺服器。但你的信心，你在每个关卡中选择依靠神的记录，他一本一本的记下来，永远不会归零。希伯来书说，那些信心的英雄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不是靠业绩，而是靠信心得胜。结语：当你面对生命的结算时，什么还会留下？想象有一天你站在神面前，他问你：你这一生累积了什么？你会说：我帮公司赚了多少钱？我考了多高的分数？我在 Instagram 有几千个追踪者？还是你能说：主啊，我在困难中信靠你，我在患难中没放弃祷告，我在没有看见希望时仍然选择相信你掌权。游戏再厉害也终有结束，但信心所建造的关系会延续到永恒，所以不要只累积成就，累积信心吧，那才是真正的永久账号，永不删除。